说起中国的商业史，很少有人能够像王健林这样身上带着非常强烈的戏剧色彩。还记得吗？2015年的时候，王健林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那样一个意气风发的样子，他当时说了一句特别张狂的话：万达进入的行业啊，无论是国企、央企都没有机会做老大。不仅如此呢，他还放出豪言，说要让上海迪士尼20年之内都赚不了钱。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的那一幕，在电视节目当中，他特别云淡风轻的对年轻人说，最好先定一个能够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他1个亿，1个亿小目标。当时全国人民都被这句话给震撼了，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角王健林那个时代中国首富的豪情万丈。他的万达帝国触角伸得到处都是，从国内成百上千座万达广场，一直伸到遥远的好莱坞，买下了传奇影业，伸到了西班牙，买下了马德里的地标建筑，还有全球的这个体育产业，豪华游艇，那真的是一个买的黄金时代。王健林就像站在是世界地图前指点江山的商业帝王。但是呢，故事总是会有反转的，而且往往就是发生在最辉煌的那个时刻。那短短几年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显得异常的沉默、疲惫、极其消瘦的一个老人家的身影。他亲手把昔日引以为傲的王冠上的明珠一个接一个的卖掉了，那些承载着东方迪士尼梦想的文旅城，遍布全国的5星级酒店，万达电影的控股权，甚至是被他视为万达未来的核心商业管理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全部一一变卖，就为了在债务的惊涛骇浪当中求得一线生机。从中国首富到媒体口中的首富，从买下全球的豪言壮语到活下去的卑微的祈愿，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和潘石屹这样非常成功、金蝉脱壳的地产大佬相比，王健林他到底输在哪儿？是投资决策失误的吗？还是真的得罪了什么权贵，遭遇了定点打击？今天艾森和您一起来复盘万达帝国的倾覆。这个不仅仅是王健林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商业时代的落幕。万达帝国的衰落其实是由2次环环相扣的重大危机引爆的，前一次是因，后一次是果，共同构成了万达宿命的连环扣。第一次发生在2017年，是海外滑铁卢；第二次是2023年的对赌生死劫。2017年之前的那个时期其实是属于万达的黄金时代。王健林这个人他是军人出身，在国内商业地产领域的执行力跟融资能力简直无人能敌，他开启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全球并购之旅。您知道他的购物车里面都有啥吗？26亿美金收购美国第2大院线 AMC， 让5星红旗第一次插在了好莱坞的地盘上。35亿美元豪掷把好莱坞的传奇影业收入囊中。他还入股了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根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年间，万达的海外投资总额超过了惊人的2500亿人民币。当时的官方其实是非常赞赏的，说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输出跟民主企业崛起的凯歌，听起来的确是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就在这样一场风光无限的盛宴的背后，万达的海外扩张其实高度依赖国内银行的贷款，形成了一种境内负债、境外投资的高杠杆的模式。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王健林他在中国国内银行借来巨额的人民币，然后通过各种金融的渠道在海外换成了美元、欧元，去购买西方各个国家的核心资产。到2016年年底的时候，仅仅是万达商业地产这一家公司总负债就已经高达5278亿人民币，资产负债率已经逼近了 70% 的警戒线。这个模式
与当时中国的国家宏观战略发生了剧烈的迎头相撞式的冲突。从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资本外流的现象日益严重，所以保卫国家外汇储备成了金融安全领域的头等大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底下，万达这样一种巨额的非战略性的海外投资，逐渐被监管层视为是正在加速掏空国家外汇储备、威胁金融稳定的灰犀流。最后的警告出现在2017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部分企业对外投资存在跟风、过热、盲目的现象，并且特别点名了体育、娱乐、俱乐部等等行业，认为这些投资对国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需要进行政策指导。这样一番话说出来，在场的新闻记者几乎都能够听得出来，这个话摆明了就是指着万达的鼻子在说的。这样一把已经上膛的枪正顶在王健林的脑门上，但是很可惜，王健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却亲手扣动了扳机。或许是因为常年身居首富宝座的这样一种自信，或许是对于自身强大政商关系的路径依赖，王健林他并没有立即踩下刹车，甚至在警告发出去以后，万达仍然在通过内保外贷的方式试图向境外转移资金。终于我们看到监管层的耐心耗尽了，监管的铁拳在2017年6月雷霆般落下来。银监会要求各大银行排查对于万达、海航、复星等等几家在海外大举并购的民营企业的授信跟风险。紧跟着内部文件传出，显示监管部门对于万达的6个境外项目在融资、外汇、贷款等等所有方面进行严格管控，这个等于直接切断了其海外项目的资金链。消息一传出来，市场信心瞬间崩溃。万达电影的股价在午后毫无征兆的闪崩，一度跌停，相关证券的价格也暴跌，遭遇了毁灭性的股债双杀。恐慌的情绪在市面蔓延，逻辑非常简单，如果银行不给万达放贷款了，那么这个建立在债务之上的帝国随时可能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崩塌，流动性的危机对于万达来说是全面爆发了。2017年6月22日，这一天后来被称之为万达的黑色星期四，是万达商业帝国开始崩塌的起始点。银行开始抽贷，所有的融资渠道被完全堵死。面对这样一种四面楚歌的绝境，王健林别无选择，只能够断臂求生。1个月以后，7月19号，万达在北京召开了一场震动中国商界的发布会。在这样一场发布会上，万达上演了中国地产史上最震撼的一幕——世纪大甩卖。万达把旗下13个重资产的文旅项目以438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融创，把77家城市酒店以199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富力，两项交易的总金额高达637.5亿元。王健林在发布会上语气非常平静，但是难掩落寞地表示，此次转让将大幅度减少万达的负债，并且收回巨额的现金。这样一番表态，标志着万达高歌猛进的扩张时代戛然而止，被迫从全球进攻全面转向了战略收缩。这场危机的本质其实非常清楚，就是企业的战略与国家意志的正面碰撞。当一头狂奔的灰犀流撞上国家安全的红线时，它的溃败早已经注定了。那如果说2017年的危机是针对少数灰犀流的精准打击，那么2020年横空出世的3道红线的政策，就是对于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次无差别系统性的去杠杆的革命。大甩卖其实都还好，因为只是切掉了万达的市值，但是它赖以生存的整个行业的生态却即将迎来一场地动山摇式的结构性的变革，这个才是真要命的。
202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跟住建部联合发布新规，为重点房企设置了3项核心的财务指标约束，也就是业内为之色变的3道红线。这个政策的意图清晰的不能够再清晰了，就是要从资金供给侧釜底抽薪，彻底终结房地产行业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野蛮生长模式。这个对于刚刚从2017年危机当中缓过神来的万达来说，影响是致命的，因为它彻底断绝了万达通过传统的债务融资的方式重新回到扩张轨道的任何可能性。在3道红线这个紧箍咒底下，不要说扩张了，即便是为了维持现有的运营，想要获取新的融资也变得极为困难。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几乎所有的房企都只剩下了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分拆旗下最优质的资产去上市，然后通过股权融资来获取宝贵的救命钱。那如果万达看一看自己旗下的资产，那么很明显最优质也最受资本市场青睐的就是负责管理全国数百个万达广场的商业运营管理平台珠海万达商管。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轻资产高现金流的业务，也是王健林规划当中万达轻资产转型的成功核心。因此推动它上市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的需要，更成了万达生死存亡的关键意义。我们看到正是3道红线让万达戴上了紧箍咒，别无选择，只能够分拆最值钱的这个资产珠海万达商管去上市。但王健林还不知道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的前方是一个更凶险的豪赌 IPO 对赌。为了提前把上市之后才能够拿到的钱揣进兜里面，解决眼下的这个资金困难，王健林在2021年做了一个极具风险的决定，就是引入上市前的战略投资者。2021年8月，他与大名鼎鼎的泰盟投资集团 PAG 以及中信资本、蚂蚁、腾讯等22家国内外顶级投资机构达成协议，后者共计出资约380亿人民币入股珠海万达商管。但这样一笔天价融资附带了一个非常致命的对赌协议，核心内容就是珠海万达商管必须要在2023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在香港的挂牌上市。那如果未能够如期完成上市的话，那么万达集团有义务按照本金加上每年约定的高额利息回购投资者持有的全部股份。那这样一笔回购款的总额在2023年年底是接近400亿元。那在接下来的2年多时间里面，万达为了实现上市的承诺，可以说是用尽了洪荒之力。从2021年10月到2023年6月，珠海万达商管先后4次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上市的申请材料。尽管珠海万达商管其实自身的这个业绩堪称优异，连续3年都超额完成了对赌协议当中的利润目标，但是很可惜，外部的环境却急转直下，坏到了极点。珠海万达商管冲刺 IPO 的时期，恰逢中国房地产行业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深度调整，整个地产的板块跟相关的物管板块在资本市场上成了投资者唯恐避之不及的垃圾资产，估值是一落千丈。那与此同时，香港联交所的审批也日趋严格，对所有涉及到房地产企业的上市申请都格外谨慎。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多重的不利因素叠加之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万达的上市之路屡屡受挫，4次地表申请，4次都以最终失败而告终。而随着2023年年底的最后期限一天天逼近，万达的压力是越来越大。2023年3月，中国证监会在对于万达商管一笔公司债券的发行进行问询的时候，特别要求其说明，如果上市失败的话，需要怎么样支付这300到400亿元的股权回购款，将会对其偿债能力产生何种影响。
证监会的这个公开问询，等于将万达的对赌困境彻底暴露在了全国公众面前，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最终我们看到，就是上市的希望在2023年12月初彻底破灭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面对迫在眉睫的400亿元巨额回购的义务，那这样一笔钱，当时的万达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可能在短期内能够筹集到的。这一次王健林再次被逼到了悬崖边，而他手中已经没有了像上次大甩卖一样可以使用的重资产来帮他救急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距离对赌协议最后期限仅仅剩下19天的时候，万达与 PAG 等等投资方共同宣布达成了一项新的投资协议。这个新协议的方案本质上就是一次债转股。万达它避免了灾难性的现金支出，但是付出了比2017年更为沉重的代价，就是公司的控制权。重组之后的珠海万达商管，大连万达的持股比例从接近 70% 骤降到 40%， 而 PAG 等投资方合计持股 60%。 这个事情之后呢，王健林就彻底丧失了对于这家万达未来的核心企业的绝对控股权。那如果说2017年的危机让万达失去了4只，也就是文旅跟酒店这些资产，那么2023年的这个危机则让万达失去了心脏，因为它不再拥有对于珠海万达商管的控制权。这个是比变卖资产更为深刻的失败，因为标志着王健林作为商业帝国绝对掌控者的时代已经实质性的落幕了。在探讨万达为什么会陷入当今这个困境的时候，其实坊间最流行的一个解释就是非常简单也富有戏剧性的所谓王健林得罪了权贵的论调。那这种叙事呢，其实是迎合了公众对于中国政商关系的想象了。但是我个人觉得，万达的危机与其说是源自于某一个非常具体的个人的恩怨，倒不如说是他们的企业战略与国家最高层级的经济跟政治的利益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位跟冲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2017年的监管风暴，它并非只针对万达一家，与万达一同被点名跟被审查的其实还有海航啊、复兴啊、安邦啊等等一大批同样在海外大举并购的民营企业。那这些企业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高杠杆、融资结构复杂、海外投资集中于一些非战略性的领域等等。那所以这些就表明监管行动的背后其实是国家统一的政策意图，而不是个别的政治抱负。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场风暴的宏观背景是国家层面的金融安全的保卫战。那当时保卫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了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王健林这个时候还在国内大举借贷，将人民币资金换成外汇投向海外，这样一种行为在监管层看来肯定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投资，而是直接威胁到国家金融稳定跟经济安全的行为。据估算，当时仅王健林旗下的万达转出去的资产就占到了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的 1.2%， 而当时万达在国内银行体系还背负着数千亿的债务。那个时候政府提出了党管金融的原则，其实已经意味着金融领域的这个稳定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的高度。因此如果非要说王健林他是得罪了某位权贵的话，那么我想他得罪的是他的这个商业帝国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战略方向跟国家的核心利益发生了逆行，他没有能够及时的领会跟响应这个国家从最开始鼓励出走到海外去收购，变成后来是严防资本外流，整个重心战略重心发生了180度的转移。甚至哪怕是在收到监管层的明确的警告之后，王健林依然选择我行我素，这个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底下是被视为一种挑战中央权威的表现。监管部门的目标其实非常明确，目的不在于人，而在于要把人扣住，把钱逼回来。
而政府的处置方式也印证了这一点，切断其海外项目的融资，迫使其出售国内的资产来偿还债务，从而实现资金的回流跟风险的化解。这个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以解决经济问题为导向的政策的执行，而不是惩罚个人为目的的政治的清算。所以我们看到将万达的经济困境简单归因于得罪了权贵，是一种对于中国经济政治运行逻辑的一个浅层的理解。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说，企业的商业利益与国家的宏观战略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尤其是在涉及到金融安全这个非常敏感的核心领域，国家力量它必然会以雷霆的手段进行干预。所以王健林跟万达的悲剧其实正是在于他们越过了这样一条无形但是坚硬的宏观政策的红线。那王健林砸下2500亿出海，他究竟是为了打造一个全球性的商业帝国，还是想把他的财富转移出去呢？万达在2014年到2016年间的这个海外并购的狂潮，它的这个投资规模非常巨大，短短几年内投资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这个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而且它投资的速度极快，几乎是一种以抢购的姿态在全球范围内扫货。他投资的领域主要是什么电影院线呀、影视制作呀、体育营销啊、豪华酒店跟地产这些方面，其实大多是能够产生美元或者是欧元现金流的一些硬资产。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看，他这些投资也不算成功。比如说他高价收购了传奇影业，但是并入万达以后，他的业绩表现并不理想，反倒成了一个财务的包袱。所以从监管层的眼里看起来，这样一种不计成本疯狂抢购的投资方式很难完全用商业的逻辑来解释。反倒另外一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对于中国的这些超级富豪阶层，他们是在进行全球化的资产配置，因为通过合法的这些商业的投资渠道，他们能够将部分财富转移到海外，来保障自己的财富有长期安全。但是万达的这个海外扩张，它的一个战略弱点就在于说，它依赖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特定的金融工具类保外贷，由境内的万达主体向境内的银行提供担保，但是由银行的境外分行为万达的海外收购提供贷款，这种模式的实质是绕过了严格的资本管制。所以2017年监管部门的这个行动核心逻辑也正是想要切断这条资金外流的通道。这一系列措施等于直接凿穿了王健林这艘资产出海大船的船底。政府的强力干预不仅仅阻止了资金的流出，更迫使王健林他必须出售国内的核心资产来偿还贷款。最终我们看到这样一场出海失败的结局，不仅仅是王健林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失败，也直接导致了万达帝国崩盘的开始。但与此同时，在同一个时间点，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两个地产大亨完全相反的操作。一边是2014年就已经开始悄悄卖楼的潘石屹，而另外一边是2014年还在全球疯狂扫货当中的王健林。潘石屹他是成功的金蝉脱壳，保全了大部分的财富，而王健林则陷入了壮士断腕的被动与挣扎。那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他们截然不同的认知跟结局呢？我想上一个视频我们其实已经分析过，潘石屹他对于市场周期的这个嗅觉跟执行的果断是他成功离场的关键。早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大多数的房地产商还在享受最后的狂欢和盛宴，他们还在疯狂的拿地扩大规模。这个时候潘石屹已经开始了清仓大甩卖的这样一个计划。他的行动其实展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时机非常早。潘石屹的这个资产大挪移始于2014年，远远早于2017年针对资本外流的这个严格管控跟2020年3道红线的出台。2014年2月，售后中国就以52.3亿元的价格将上海的2个售后广场打包出售。这个举动在当时引发了市场的震动，但其实事后被证明是极具前瞻性的。他在政策窗口关闭之前，为自己预留了非常充足的4-5年的这个时间来执行他的操作。
第二点就是他的决心是非常坚定而且持续的。潘石屹的出售，它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既定的战略，从2014年到2019年，SOHO中国几乎每年都有大宗资产出售的记录。那与此同时，SOHO中国它没有再在境内购入任何新的项目，这样一种只卖不买的策略意图非常的明显。第三，我们看到他们的资产禀赋非常的优越，SOHO中国的这个核心资产基本上都是位于北京跟上海黄金地段的甲级写字楼，这样一类资产的产权权属非常清晰，现金流非常稳定，是保险公司或者主权基金等等机构投资者非常理想的标的。因此呢，它的这个资产出售的过程是相对比较顺畅，而且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买家，并且以最好的价格成交。潘石屹他是非常清晰的判断中国商业地产的这个租金回报率与这个资产的价格其实已经严重的不匹配了，所以选择在高位将资产变现是非常明智的举动。这样一种基于纯粹商业逻辑的清醒认知和非常果断的执行力，使得潘石屹能够成功的在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前就完成了财富的保全跟转移。但与潘石屹的主动跟从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健林的这个资产出售的过程就充满了被动、仓促以及非常悲壮的色彩。他的每一次断腕都不是出于战略的远见，而是被危机逼到墙角的无奈之举。首先，王健林的这个行动时机它是严重的滞后。当潘石屹在2014年开始大规模出售资产的时候，王健林正在全球范围内大举并购，这个完全是背道而驰。王健林第一次大规模出售资产是在2017年，但那个是在遭遇了监管重拳发生股债双杀之后，为了挽救企业不得不在生死边缘的一个应急反应。而第二次大规模的出售是在2023年年底至今，这个是为了化解对赌协议危机跟偿还到期的债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每一次出售的时机都是发生在企业的流动性极度紧张的时刻，被迫不得已而为之。那这样一种情况很明显使得他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议价的能力。另外一点就是王健林旗下的这个资产结构是极为复杂的，与 SOHO 中国这样一种非常清晰的写字楼资产不同，万达的资产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包含了有商业地产啊、酒店啊、文旅城啊、电影院啊，不同的各种的业态。那这些业务是互相交织，运营管理非常复杂，它很难像一个单体的写字楼那样进行干净利落的切割跟出售。比如说2017年他出售的这个文旅项目跟酒店资产包交易的结构就异常的复杂，甚至在签约发布会的现场还出现富力地产临时加入来的这么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资产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王健林他没办法像潘石屹那样非常轻松快速的将资产变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王健林他出售资产的这个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他是在危机时刻被迫要出售，所以交易的价格大多数情况远低于资产的公允价值，是名副其实的割肉甩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被迫出售的往往都是具有战略价值的核心资产。2017年出售的文旅跟酒店是万达第4次转型的核心支柱，2023出售的万达电影控股权跟珠海万达商管的控制权是轻资产转型的基石跟万达未来希望的所在，但每一次出售都是对于万达商业帝国根基的一次重创。所以归根结底，王健林他输在了对于宏观趋势的误判跟战略上的路径依赖，他沉浸在了那样一种大就是强的规模崇拜当中，他没有能够及时的察觉并且发现中国的经济从追求增长的速度转向追求发展质量跟金融安全的一个根本性的逆转。当时代的大潮已经转向的时候，王健林这样一艘过于庞大跟沉重的万达巨轮已经来不及掉头了。王健林与潘石屹命运分野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对于政策窗口期的把握。
潘石屹的成功在于他精准地抓住了2014年到2019年年间相对宽松的窗口期，完成了资产处置跟财富转移两个最核心的步骤。而作为对比，王健林是完美的错过了这个窗口期。潘石屹在2021年尝试将收购中国整体出售给美国黑石集团这样一个失败的经历，其实反映出到2021年的时候，中国的监管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即便是成功跑路的潘石屹，那个时候他的行动也存在着非常明确的边界跟时间限制。所以如果他像王健林一样非得等到2021年才开始行动，才开始考虑大规模出售的话，那么可以想见潘石屹面临的结局可能会同样也是失败。当潘石屹在2014年嗅到风向转变而果断收帆掉头的时候，王健林他依然在逆风扬帆，全速前进。等到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才蓦然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到风暴的中心，再也没有能够从容抽身离场的机会。所以王健林他其实是输给了他对于宏观政策风向变化的迟钝，以及对于所处大环境的深刻的误读。与父亲王健林深陷商业泥潭不一样，王思聪的个人的轨迹呢，就更像是一出个人主义的悲喜剧。那作为中国最出名的富二代，王思聪呢，曾经以他非常高调、犀利非常惹人注目的这个网络言论，以及在于电竞直播等新兴领域表现非常优异的投资而备受关注人称是国民老公。但是近年来他逐渐开始淡出国内的公众视野，他长期在日本生活，这个也引发了外界关于他是否因为担心政治的风险而避走海外的这样一些猜测。但我个人觉得，将王思聪在日本隐居这件事情完全归因于政治风险，可能是一种过度的解读。因为一个更为直接跟有据可查的解释，可能是源于他个人事业的惨败，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个财务跟法律的困境。王思聪他个人最重要的创业项目就是熊猫直播平台，是其困境的起点。2015年，王思聪创立了熊猫直播，凭借他个人的影响力以及他父亲给予的这个雄厚的资本，这个平台是迅速崛起，一度成为直播行业的头部玩家，估值高达50亿元。但是随着直播行业的这个竞争白热化，运营成本高企，以及他自身在管理跟战略选择上的失误熊猫直播在2018年陷入了非常严重的资金危机，导致拖欠主播的薪酬跟带宽费用，最终在2019年3月宣布破产。熊猫直播的这个倒闭给王思聪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熊猫互娱创业失败，导致了将近20亿元的巨额投资损失。而且更致命的是，王思聪他是以个人的名义为公司的融资提供了连带担保，这也就意味着公司的债务在破产清算以后将由他个人承担。那随之而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系列的法律诉讼跟强制执行。2019年下半年，王思聪因为未能履行与投资人的纠纷裁决，被多家法院列为被执行人，并且下达了多条限制消费的命令。他旗下的这些房产车辆银行存款等等财产一度遭到了查封。那这样一位曾经挥金如土、美女如云的国民老公，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赖。据报道，最终其实是他的母亲玲玲拿出了个人的资金，才帮他偿还了部分的债务，解除了限制消费。熊猫互娱的破产清算的过程漫长而且复杂。根据上海破产法庭披露的信息，公司确认的这个债权总额高达 9.77 亿元，但名下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仅仅大概只有6082万元，而普通债权的清偿率呢，仅仅只有 6.23%。这个也就意味着，即便公司破产，仍然有巨额的担保债务需要王思聪他用个人的财产来面对。我们可以想象，在经历了如此公开的商业惨败、财务危机跟法律纠纷之后，王思聪他之所以选择长期在日本低调生活，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常理性的避风头的行为。
首先，这个很明显可以让他远离国内媒体跟公众的审视与评判，避免因为其个人的失败而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其次的话呢，我们看到日本相对宽松跟比较低调的社会环境，能够为他提供一个更为私密跟自由的生活空间。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排除，因为他现在这个家族整体的处境非常的艰难，这样带来的一个寒蝉效应，在万达集团它深陷困境，民营企业家生存环境普遍趋紧的这么一个背景底下，保持低调，远离是非之地，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自保的策略。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看到万达集团从云端跌落的轨迹，是中国过去10年商业环境变迁最深刻也最富有戏剧性的注脚。它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依靠胆识、政商关系跟债务杠杆野蛮生长的时代如何最终走向了终结，以及一个更加强调合规、风控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的新时代如何开启。万达它的困境并非源于某一个孤立的事件或者简单的政治上的失策，而是3大核心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王健林跟万达的故事为所有身处中国这个非常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当中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一堂非常沉重而且深刻的课程。商业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的洞察力、创新能力跟管理的效率，更在根本上取决于企业家对于宏观政策走向的深刻理解跟动态的适应能力。与国家的战略保持同向而行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前提。那些能够穿越周期的企业家，往往未必是最激进、最庞大的，而是那些对于红线在哪里有着最清醒的认知，并且能够提前做出调整的识物者。万达的黄昏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那个允许企业家凭借个人意志跟资本力量无限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强调秩序、规范跟国家整体利益的商业的新常态。对于王健林跟所有中国的企业家而言，理解并且适应这一个新常态，将会是他们未来必须要面对的共同的宿命。万达的故事其实并未完全结束，已经失去控制权的王健林，他是会就此退隐江湖，还是会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呢？而千千万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又能够从万达和王健林的悲剧当中学到什么？这个或许是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思考。今天关于王健林的故事就到这个地方。那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启发的话，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不要忘了订阅爱生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